哦，还有我是黑马，今天我们要来进行演讲末日世界100天生存挑战。我们前面经历过了僵尸末日以及幻魔者跟烙印魔法的100天生存，而这一次呢，我们会面对妖物世界的岩浆海生存。不管到哪里，永远最多都是火热的熔岩。要一不小心失误，我们就立刻变成大猪排。不对，连自己的骨骸都会假面带去，再也看不到了。而在那么艰困的情况下，我要活过100天，你们觉得有可能吗？觉得可以存活下来的话，记得帮忙按下喜欢来支持我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开始吧，Go！哇！这边这样，怎么全部都被岩浆燃烧了？等一下，我要赶快收集资源，不然这样子我可能活不下来。来，我们赶快，我们可能要尽量想办法挑几棵木头。OK，来，不要啊，不要再找啦！如同各位所看到的，这一次我来到满都是岩浆的世界，我的运气非常不好，我的空间居然没有出现在岩浆上面，不然我们可能本来第一天就要结束这个100天生存了。可能是观众们这个怕哦，也不能只看到我变成烤猪排，也不讲我的影片广告只有10秒以内，我脚架确实的卡在土地上了，我感觉我卡的土有点松软，应该不是旁边的岩浆太多了，可能是我加到漏尿了。在这样的环境开启，我没想到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活到100天了。不过好歹我也是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的男人，地图都不知道开过几百张了。我们开局最重要的地方，大家应该也明白了，那就是先让我把第一张的武器给擦干净一下吧。不是啦，最重要的地方是那一位彪形大汉临江奇气烟安温度偏侃70的铁巨人啦。你们想问我怎么可能会那么多坑语人吗？你们不知道人在危机紧张的情况下，脑袋会变得过抠门吗？没有错，手机打开马上搜寻关键字，就可以说出那么多了。那为什么需要铁巨人呢？不是因为他不怕岩浆，也不是因为他可以帮我打怪，因为铁只要有3块铁，我们就可以做出水桶。有水桶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绕岩浆自掘坟墓，斩断我们的100天生存。我开玩笑的，因为我们需要水。刚好我们的出生点旁边就有水可以捞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想要生存，水是不可或缺的。而且我把身体淋湿，你们就看不出来我被掐掉。总而言之，我不断的利用水把附近被燃烧的东西努力熄灭掉，尽量抢救一些有用的资源，避免我活不过下一个晚上啊。运气很好的是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情况下，基本的牛鸡猪羊居然都有了，而且还是坑亲绝对的。完成种植2个礼物可以说是简单轻松，听说到我可以掉进岩浆里去，给你们看哦！探，结果不是我自己接搞进去的哦。在这边我还很迅速的完成了魔物猎人坑秀，我对于我的技术以及能力相当佩服。有吗？你说我在欺负格莱姆？你是不是不知道转身坑格莱姆的家伙实力到底有多可怕？弄出一个水桶，一群打败一只可怕的格莱姆已经花上我不少时间，而原先所在的村庄的物资也都被火焰浇灭殆尽了。唯一还没丧失的就是我的剑。为了找出世界变成岩浆海的原因，我拿出了个蒸汽接口，勇往直前的往北方迈进了。你没有看起来有那么伟大吗？其实我快饿死，我没有食物了啦。从远远地方明明就可以看到眼前的村庄，没想到实际要到达目的地真的会花非常久的时间。每次我到达目的地之后，我所面对的永远都是一片火海，会让我想要获取一些关键物资真的十分困难。尤其前方还有一个不自量力的怪物在影响我前往伟大的海岛，看我使用最强大的搞基杀了你哦！看我如此信心满满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不小心切口武器了。人家都说患难见真情，在困苦艰难的处境下才能看出真诚的感情。你们看，太感人了吧！可把刚有一看见到转圈圈，原因就是因为格莱姆跟他告白了。花了不少的时间，我不断的到各处村庄收集资源，顺便思考着哪边会是适合的落地点。一直跑来跑去，好像也不是办法。背包也尽量都进在无法带走任何东西之后，找到感觉不错的地点，还可把附近的岩浆熄灭好，方便生存。哈？你说我第一个花个肉就可以丢掉？法官有一小姐要结婚了，是不是该送礼物庆祝一下呢？挑好地点，准备做好长久居住的改装之后，我开始了盖起麦块土地最伟大的时光之一——麦块 Couple 动画。你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说英文？难道你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才会显得很伟大吗？在成功获得一些鹅卵石之后，我终于可以大胆的做出一些实质东西出来了。
而让巨蟹岩浆海流巨蟹非常难获得。明明在一般的巨蟹来说是一个简单易取的材料，所以在库斯的时候，这个完全不敢随便去割出巨工具来哦，因为不想要让我的家地面都是丑陋的黑曜石。我挖了附近村庄的泥土，才发现岩浆底下大概8成都是泥土覆盖着这个巨蟹哦。我靠出我的小砍仓，开始挖掘大量的土，准备打造我美好的小巨蟹了。嘿，你们看看，我把土地扩建出去之后，那头牛感觉情绪也高昂了不少。他心里可能想着：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的奔跑着快乐的吃个小烤烤了吗？牛牛开心，我也跟着开心起来了。你们知道公务挣钱过个越健康越幸福，拿去宰个肉会比较甜美吗？也不知道是不是牛的报恩的关系，我又再次跌倒，跌入岩浆里面了。在这种世界跟很跳进岩浆坑的会是一件非常心酸的事情啊！还好在旁边都有摆个水源，来避免自己雷到一个火烧去啊！有时候看看网络都会有一些可爱的小问题啊。如果你在荒岛这一步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或者是你被困在荒岛上，那我规定你只能带着东西，你会选择带什么吗？我们现在先不要讨论要说什么要带什么东西，每个要强迫症有件很痛苦的事情吗？就是我前面想要盖一个标准的农田，结果被1-2天的黑曜石打住了，重点是我还没算只能用铁镐啊！可能我要带治疗强迫症的药物哦。领地扩建了不少范围之后，我拿出针对的树苗给它种在地上，现在给它朝阳跪地100天了，因为我怕长出来的树完全不会掉落任何树苗。你们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吗？我看你是完全不懂啊！看来你们没有见识过河马的运气哦。那你们知道要当一个合格的领主，必须有3种条件：一是为了领地产量库足够的食物，动物们跟农作物都已经在预备当中了；二是可以兼含风度翩翩、寒寒酷酷的男人。我相信我学会有这个条件。你说你在哪边好像有听过重复这些话吗？这不重要，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努力啊，不是啦，拥有可以带来生产力的村民。在这种茉莉之界，村民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啊。不过我不是领主吗？我不是开一个大任务吗？为什么我还要划船带着你回家？为什么路上乌林的苦你们都不肯走过？果然你们的脚没有解药。陆陆续续，终于一个一个村民都被我接回家了。我准备好温暖的船，又希望亲们，希望接下来的余生他们可以放心交给我。我保证，让他们早上8点上班，晚上8点下班，绝对不会有加班时刻的。唯一会需要加班的，大概只有铁巨人，而且还是自愿加班。你们以为铁巨人是想要守护村庄吗？不是，铁巨人也是有自己的消遣娱乐的，那可能就是捏莱姆，捏莱姆，捏莱姆，捏一堆棒棒，捏一堆。我怕我再看下去，观众就要关影片了。加班也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。我们可以看看我手上的铁棍，足以证明过劳死是多么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可怕到我居然整套铁砖都给制作出来。是个铁巨人，蛋蛋铁巨人，你还可以继续加班吧？但开心的是，我们的小领地也真正进入正轨了，脚下的领土逐渐绿意盎然。放眼一望的，不再是口肉的岩浆、口肉的领土、口肉的黑曜石，不再是有够单亲业务。这段期间，我继续砍木头、砍石头。等持续一段时间后，我要来做大事啦！我站在高空上，不需要去做云霄飞车，也不需要往高空弹跳，更不用说去做什么瞭望塔。我是想要给你们看，我超勇的啦！一夜真困，我也可以救自己给你们看。是为了收集更多的物质啦。开始要来准备干服装珍怪塔了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未来更美好又幸福的生活。我原本以为高空作业这种危险高难度事件只有我可以办得到，我错了。眼前像出现了可以服装的男子，这不正是整出鬼墨的刺客下条主角吗？我带着崇拜的心情挖了他脚下的方块，滚啊！不要妨碍我盖建筑好不好？等在这里就算你给我阿老贝也得下去啦。隔了一天，终于建块塔完工。打了几刀怪物之后，确认可以完全运作，我也开始享受起泡经验可找的感觉。它有一用间可以获得大量经验值，打开箱箱，里面有一堆实用的材料，根本让我全身上下都舒舒爽爽了。这份爽感，我当然也要跟我的村民们一起享受了。重大建筑完工，不是还可以放鞭炮庆祝吗？不要睡了，都赶快跟我一起来嗨！不过我要严肃的说一声，这没有在下班时间内哦。理所当然，这一份喜悦，我们当然也要跟铁巨人一起分享。铁巨人就在旁边玩泥巴，把身体都弄得有点脏了。
但这样我泡经验角也蛮舒服的，不如我来帮铁巨人盖一座温泉吧，这样可以比替铁巨人先当掌物之外，顺便铁巨也一起来给我吧。这一段期间呢，我也持续的帮昆明的避难房逐渐扩大，也加紧改造一下他们的环境，不然他们以后克制我，逼迫我下台啊。而且顺便收集的木头、石头，抓怪物农保局的资源，也顺便扩大农田呢，避免食物短缺的问题。终于在这一天，我跟珍贵看里面出现了猴子了，我们的居住发展能力终于可以跨出下一大步了。有了猴子，就代表我们可以开始盖一些简易之关，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半自动农场了。实际至于这动作哥能说，不得不说我的腰越来越酸痛。有半自动农场之后，我们也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时间，毕竟我们要在100天之内寻找到拒绝变烟江海末日的原因。真的是个不足我敢偷懒啊！我们看，我们的半自动农场确认能生产运作了，好耶！因为半自动农场的关系，我也越来越没有吃不饱的问题了。终于可以开始好好安顿我的村民们。这个时候，终于又能开始进行下一步大进化了。我利用了一些食物来交易接力宝石，而后寻找了几位专业铁匠，在庄中买卖获得一些装备。终于，我的装备从一个地方可有附魔的装备了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啊！而在我一直卖力的工作之下，人家说好不是我当惯老板吗？怎么换我自己上场了？抱怨就到这边，透过不断交易的方式，有部分的昆明都能转变成大狙击了。我也终于获得人真装的第一个壮士装备啦！最后，壮士装备整套以及工具也诞生出来了。对于接下来的冒险，也让我相当有把握了。让大家们看看这个相处的声音内容物，证明我的勤劳，你们看得见。在导科研装备与工具都没问题的情况下后，终于要来揭晓世界的大幕了。为什么世界会陷入岩浆海末日呢？我怀疑可能跟地狱那边有所关系啊，所以我开始打造一个小小地狱门出来。而因为没有最值的关系，我必须耐心的等待木口燃烧来让地狱门点火成功。终于，我们要踏入地狱了吗？我们必须更深入一点。没错，这样才能探索世界的秘密。如果我到地狱没有贸然随意行动，我先努力收集了一些虚航资源。有些东西是在古世界根本就拿不到的东西，像是金矿啊，或者是打火石之类的，并且在附近打看了不少地形之后，我寻寻觅觅一个关键的建筑，终于被我发现了一个雄伟壮观的地形。不说这庞然大物，我差点以为是世界高。不要怀疑，走路走那么久，我肚子也饿了嘛。但是在这边，我还是要努力打起精神。虽然我现在穿的是全靠装饰装备，但被哥布林守卫敲一下，那绝对不是开玩笑。他伤害真的太痛了。奇怪，在这边我就很想问一句：本是同生根，相煎何太急？就你不想变猪肉，就让我去当大猪排吗？经历层层关卡，终于来到哥布林堡的最顶关，有超级多的金砖以及宝箱就在面前了。我打起7万分的精神，努力面对接下来的困难。你们阿猫阿狗都赶快给我跪下！这个被给打了，我的血越来越少了啦！差点就要死掉了。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打开僵局压到我整个妈咪了呀！居然有超级多个预决定，我的装备也可以变更强喽！嘿嘿，开心！当然获得巨大收获的同时，我也没急着离开。我想好好利用这一段期间来跟对哥布林培养感情。正所谓不打不相识，他们终于认同我是同类之一了。我拿出我珍藏的金章送给哥布林们。就是我他们家拿到的，虽然价格贵一点，比较伤我的荷包，好在这些哥布林也不是白嫖我的东西哦，也会送一些地狱特有的礼物送给我。然后打好光机的情况下，我终于知道世界变岩浆海的原因了。从哥布林手上获得不少好处之后，终于要出发去下一个地点地狱堡了。有可能岩浆海就是住在这里的人所造成的，但我没有贸然登陆这边太过，我怕我的脚妹不饱，肚子不饱，开车变珍宝。那为了探看敌情，偷偷拿我的建筑手乱到别人家的箱子之后，我就先学到亏了。诶，不对哦，我在地狱堡里顺手捞到个马鞍，让我有一个小惊喜。也许我们可以带一个小肥仔回家。路上骑马现在已经不流行了，我要骑克族照。耶！到骑士来喽！之前如果我们要到达别处村庄，必须要使用水才方便我们
科救援。不要怀疑各位，维基本几个拯救昆明的精彩的去寻找一座座村庄的，结果不是为了他们的宝箱。真的啦，相信我好不好？哎，昆明，你真的赶快救援，见到我看看箱子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哈。而后有走大量的村庄，虽然没有发现任何一颗钻。我竟然在返回地狱的过程中，在第一个箱子里面终于完成进度了。这一颗钻石真的很难找啊！我的姐姐终于有下落了，我可以放上钻石学姐了，好温馨。而虽然一些昆明教义给我的都是附魔过的钻石砖，但是我对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是相当没有把握。眼看我的等级也要突破60等了，感觉可以冒着装备弄全新的附魔一波，所以我准备好加入，然后跟昆明交易的一个亲亲组，并且开始逗看着我的 Lucky 主哥来听到跟一下我的装备都会好附魔。也许这 Lucky 主哥可能要改歌词了，幸亏还是有成功弄出一把顶级的掠夺2钻石剑。哈，你跟掠夺章才是最高级，我的眼里摆不上掠夺章，掠夺2对我来说够了，开始越做越心机了。随着装备弄得看不过之后，感觉这个领主好像也站得不是很称职了。我觉得我要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家，因为之后恐怕哪一天我要离开了，他们还是在那么口肉的中国里面结局，我心里会过不去。我决定要去地狱凯做一个剧院，准备来盖一个大豪宅，让昆明知道有家的感觉真好。我持续的在地狱收集一些资源，它就被拿来当豪宅建开之一。因为古世界的各处都是岩浆海，为了避免火烧口的问题哈，我决定主用地狱的木头来盖一栋房子。而先前所收集到的情报也让我确定知道让世界恢复原状的方法。我尽快盖完这栋房子，我就要去破解市区之谜了。最后，我终于盖出一个让我十分满意的家了。不要笑，在没有大名丰富资源加上时间紧凑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我能盖出这样的房子。我给自己打满分100分，还好你们看不到我现在脸有多红。我简单盖了小农田瑜伽水池，然后添了几只动物进来。我让你们看看，我打100分不是开玩笑的。你们看看，好漂亮的啦！这一栋豪宅是属于昆明的啊。现在，终于我们再度卡入地狱了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世界变成岩浆海的原因了，那就是凋零怪。没错，一切都是凋零怪所造成的。只要我们召唤出凋零怪，并且成功打败开，我们就可以让世界出现恢复原先郁郁空空的环境哦。差一点！我以为我在100天期间之内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啊，所幸我还是有成功获得3颗头。终于，我们要来面对这个超级大 BOSS 了吧？就但是我觉得要占用目前所拥有的资源，像是我们可以多弄几颗金苹果，多给一些强力药水等等，来避免我们最后崩溃哦。我们要让我们的胜利无限接近99.999%，啪！苦心俱累之后，这个是时候了。挑选好一个绝佳战斗场地，做好击败凋零怪的准备了。主世界的噩梦岩浆海深渊，我要在这边就破除掉。来吧，凋零怪，来！凋零怪，受死吧！我一定要把你打爆！可以，我可以赢的。哇，被他扛好高，他下来。我要赢了！把你打爆！我终于拿到我们的第一取经了！我胜利了，各位！赶快补血，不然等下怎么办？不就尴尬？哇，赢了！哇，原来这世界恢复原状那么美啊！